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10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2月10号，今天是礼拜天啊。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聊几个新闻，之后呢就进入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呢，都可以贴在留言区，付费会员的问题会优先的讨论。今天聊的第一个新闻呢，就是李克强死了之后呢，习近平画风突变，开始频繁的谈论经济问题，会晤美国和欧盟的领导人啊。也许这个在时间点上只是一个巧合。因为习近平呢，可能终于认识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局面已经威胁到了党的统治啊。也许是李强呢，在声称国务院只是党中央的执行机构，于是的话呢，就把抓经济的任务也甩给了习近平。但是习近平11月以来，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忙啊，又是会见拜登，又是会见冯德莱恩，然后呢又去会晤美国的商界领袖，然后又准备去出访越南，然后又是视察上海，然后又是召开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以呢，就是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好像频繁的在经济问题上要出来指明方向，但是大家普遍的想法都是说，你可千万别再指这个方向了，是吧？习总能够做的最好的行为就是躺平，因为他干啥啥烂尾嘛，所以他抓经济一定会把中国的经济给抓死。一般来说呢，如果你要想抓经济的话，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内外环境，但中共的战狼呢却继续叫嚣。中国的海警局12月10号通过官方的微博表示说，日本鹤丸号渔船和数艘海上的保安厅船只在9号的时候非法进入了钓鱼台群岛。日本把这个钓鱼岛呢称之为间隔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然后呢，这个中共的海警呢就派出舰艇啊，依法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而且呢驱离日本的船只。共军的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何雷中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不希望在钓鱼岛发生战争，但是呢也不惧怕开战。何雷作为共军的中将，他肯定表达的不是个人意见。那么这个表态背后到底是什么考量呢？我们一会儿呢分析一下。今天想聊的第三个话题呢，就是最近大陆争论不休的南昌彩票事件。12月5号的时候，南昌有一个就是彩票叫做快乐8彩票，有2.2亿余元的大奖啊，在这个江西南昌迎来了兑奖者。蹊跷的是呢，这个获得这一个大奖的这个获奖人呢，他以近10万元对同一个号码下了5万注。我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时候，美国也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彩票嘛，这个有的时候一开这个彩票的中奖，如果你真的中了大奖的话，它可能能达到什么6个亿美元啊，就是能够拿到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呢，这个美国的同事们也经常玩这个游戏哈，但是呢，他们防止说某一个人哈，就是一旦这个中了大奖之后的话，他自己一个人发了大财啊，然后就可能这个拿着钱跑了，大家羡慕不已，是吧？所以呢，所有参加这样游戏的人，他们呢会把钱给一个人，然后呢把同一注啊，比如说有10个人想参与，一个人比如说出20块钱，那么他就把所有的这些给他钱的人就买同样多的这个同一个号码的彩票，然后呢这个中奖的时候等于是有钱大家一块分啊，这个如果能赚的钱的话，咱们就全都财务自由了啊，咱们全跟这公司说拜拜了。那如果没赚的话，咱们大家还是同事啊，这种在美国我是经常看见的。原来我在美国这个在2个地方上班的时候都看到过同样的情况。但是的话，一般人买就是买个什么3注啊、5注啊、什么10注、8注的，是吧？你像这一个人呢，一下就投了5万注同一个号码，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啊。这个快乐8呢是在80个号码中选7个，如果要是全中的话，80个选7个，如果全中的话，是一个很简单的组合数学问题，概率大概是4亿分之一。如果你要是买了一个碰上了，那是我信你，对吧？你买了5万个同样的号码，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2.2亿的资金除以5万注，等于单注的收益不到50万。按照中国大陆的这个奖券相关的这种法律的话呢，就是不到50万的话是1分钱税都不用交。所以这个人不但买了5万注，而且呢1分钱都不用交啊，拿走了2.2个亿。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家都在讨论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2个字，就是洗钱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咱们今天在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有网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在说第一个新闻之前呢，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工商服务信息哈。这个很快就要到圣诞节了，很多人呢想买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鱼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能改善亚健康，还能够预防心血管的疾病，能够保护眼睛，适合于各个年龄层的人。我推荐这个普瑞堂的鱼油。这个普瑞堂的鱼油呢，它的原材料是马齿苋和紫苏籽。来自韩国不使用化肥和农药的黄梅山，通过这种低温萃取的技术，使得 Omega 3啊，就是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深海鱼油中的这种 Omega 3，
能够含量高达60%以上啊，而且没有深海鱼油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植物鱼油啊，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低温萃取的方式，就是能够达到虽然是植物提取的 Omega-3， 但是呢就跟深海鱼油这个含那个 Omega-3 是一样的，含量更高一些。普瑞堂植物鱼油呢，就是连胶囊都是由天然的植物海藻制成的，所以是100%纯素的、纯天然的产品，可以改善长期的慢性疲劳、干眼症和抑郁症和失眠等症状。除了这个普瑞堂的鱼油之外呢，还有一款呢就是玄宝黑森。这个玄宝黑森呢，这个它也是通过这个400年的古法，经过9蒸9晒啊，纯手工酿造出来的这种新的这种就是一种这个他们开发出的这种产品哈。颜色是黑的，可以对抗癌症啊，抗肿瘤啊，然后呢，这个还能够这个防治糖尿病，而且呢还能够促进头发生长啊，这些方面都有特殊的功效，所以呢是送礼的这个健康的方面的最佳的这个礼品。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TL2023，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就是这个优惠码啊。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享受这个全球免费的邮寄。好了，那么咱们回来呢，开始说第一个新闻。习近平呢最近特别的忙哈，在拼命的抓经济啊，而且不断的出台各种刺激政策。民众的反应其实就是用钱投票啊，完全不买账啊，他们不会把钱投入股市，然后呢也不会把钱投入房市，说明其实民众对于中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不管中共如何宣传经济企稳向好，但是民众呢自己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么的艰困。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近20年来医保费用飙涨了37倍之多。这20年来啊，加上经济欠佳、失业率的攀升，所以很多人的经济陷入困境，没有钱买医疗保险怎么办呢？就只好退保。医疗保险其实可能每个月大概就是300块钱啊，就是连这样的钱，这个普通人都已经出不起了。光是2022年退保的人就高达1900万。你真的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些人如果连医保都买不起的话，万一生了病怎么办，是吧？那小病靠扛，大病的话，基本来说就是等死了。这个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说，从2018年以来啊，这个医保最低的保费翻了1倍以上，就是保费都翻了1倍。而同期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呢，只上涨了24%，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医保的价格就涨的是工资上涨幅度的4倍。如果光就医保费用的调幅来观察，近20年每个月医保费用从10元人民币涨到现在的380元人民币，涨幅达到37倍之多。而同一个期间，普通人的工资平均收入只上涨了7倍多，这是平均工资啊，很多人工资上涨根本没有达到7倍，所以医保的话就成为了许多家庭非常沉重的负担。从2020年疫情开始啊，这个中国的居民医保退保的总人数啊高达4130万。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属于不但看不起病，连医保都买不起。中国除了这个民生非常艰困之外呢，现在就是还有资本外逃的问题相当的严重。大家知道哈，很大一部分人民币呢是以美元为锚印出来的，所以当资本外逃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讲，央行应该回收人民币，否则就会出现市场上人民币供给过量和物价上涨的这种通胀的现象。但是呢，这个我相信中国央行不会回收这个人民币的哈，不但不回收人民币，还在不断的放水。在这种情况下，通胀应该是非常的严重，是吧？但是我们看到11月份的时候，中国的 CPI 反而下降了，也就是说出现了通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大家都不敢花钱，有钱也不敢花，有钱赶快存起来，因为大家都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突然失业怎么办？现在不光是欧美国家在外迁在中国的产业链，中国本土的企业也在把产业链往外迁。所以你想，中国的这种就业还好得了吗？就中国自己的这个民营企业都在把产业链往外迁，因为在中国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你迁到越南，迁到印度，是吧？越南虽然也是共产党国家，好歹还是比中国共产党好一点。那印度的话就更不用说了，是吧？所以很多这个中国的企业也在把他们的这个企业迁到东南亚。根据日本媒体日经亚洲周5的这个报道，苹果公司呢正在和他的一个中国合作伙伴比亚迪一起把新产品导入这个越南啊。这个新产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iPad 啊，就是苹果公司最新的 iPad。我们知道比亚迪是汽车公司是吧，生产汽车的，但是呢，它也为苹果公司组装这个 iPad 产品。这是苹果公司首次将 iPad 这样的核心产品转移到正在迅速成为供应链目的地的越南。现在东南亚的国家哈，很多中国工厂到那里面去设厂，虽然语言不太通，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些地方还是趋之若鹜哈，所以
因为那地方毕竟还是有规则有法律，所以说中国呢将迎来巨大的失业潮。中国现在是很多有钱的人润到欧洲、润到美国、润到澳大利亚，一般稍微差一点的话，也会跑到泰国啊这样的地方，或者是欧洲一些小的国家，像马耳他这种地方。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感觉中国人基本上只要能看清这个形势的，那就润就对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共本来是应该收起战狼的獠牙，是吧？就是以友好的姿态留住外资，这样的话才能够留住这个企业，留住外资企业，才能够留住这些工作的机会。但是呢，共军的将领最近又开始放狠话。中共海警局12月10号透过官方的微博表示说，日本鹤丸号渔船还有数艘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在9月份的时候非法进入了中国的钓鱼台领海啊，这是中共自己说的哈，这中国认为这是属于中国的领海。实际上钓鱼台群岛呢是中台和这个日本三方争夺的一块地方。按照这个历史上来讲呢，这个钓鱼台群岛，中国叫钓鱼岛了啊，这个日本这个叫尖阁诸岛，台湾叫钓鱼台群岛。这个岛的话呢，其实是属于日本冲绳县管辖，就是按照历史严格来说的话，是属于冲绳县管辖。那这个中共的海警舰艇的话，认为说这是日本进入中国领海了啊，所以就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啊，进行警告和驱离。这事发生之后呢，这个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何雷中将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方不希望在钓鱼岛发生战争，但是也不惧怕开战。感觉就是说中共准备跟日本在钓鱼台干一下，是吧？根据日本这个共同社的这个说法呢，这个日本第11管区的海上保安总部叫那霸啊，在10号的时候说有2艘中国的海警船，大概在12月9号上午10点50分的时候进入日本主张的领海，在那儿一直停留到第2天的中午12点20分才相继驶出日本的领海，所以是在那个地方停留达到了差不多有26个小时啊，等于过夜了。期间呢，这个中共的海警船还跟随日本的渔船航行，这已经是中国的公务船连续2天进入尖阁诸岛的周边的领海，也是今年的第41天。中共呢一直在对台湾喊打喊杀，但是呢，最近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共频繁的在南中国海和钓鱼岛周围制造摩擦。我们在12月4号的节目中呢，曾经提到过有一个亲中共的这个香港01的媒体啊，就是他们这个发了一篇文章，叫做最重要的是打破对美国的军事迷信啊，菲律宾不足为惧。实际上就指的是中共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之间的这种冲突。但是呢，这个中共知道，这个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菲律宾是不是对手的啊？打菲律宾是很容易的，但关键问题是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它有一个共同安保条约。所以如果你要是攻击菲律宾的船只，就会引发美军的介入。所以中共呢，这个通过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之间制造摩擦呢，主要是想测试美国协防菲律宾的决心。菲律宾最近一段时间跟美国走得非常近啊，不光是这个签署了共同安保条约，而且把吕宋岛啊，就是这个上面开放给美国驻军啊，可以这个让美国的飞机停在吕宋岛。这样的话，如果一旦台海开战的话，菲律宾也变成了美国的另外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从吕宋岛飞到台湾高雄，只用这个飞机的话，只要飞40分钟就可以到啊，所以这个可以帮助美国做出快速的反应。我当时呢做了一个分析哈，就是说，之所以中共这个在南中国海去测试这个美菲的安保条约啊，测试这个美军协防菲律宾的决心，主要就是为台海开战做准备。如果美国不在意在南中国海和中共摩擦的话，那么当然也不会在意在台海和中共发生摩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他想在这个就是菲律宾，就是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北部的这个海区吧，来测试一下这个美军的决心。那么同样的道理哈，就是中共为什么当时挑菲律宾呢？因为菲律宾这个战争，如果战争爆发的话，或者冲突爆发的话，这是可控的啊，是属于可收可放的。你说停下来，中共说停就停了，这就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如果打台湾的话，中共是没有后退的余地。要不打到台湾死，要不打到自己死啊！所以说，他就想通过这个在菲律宾这块测试一下美国到底是不是忌惮啊中共的军力啊，是不是愿意跟中共开战。那么按照这种思路的话，其实在钓鱼岛制造摩擦，也是在测试日本的决心。因为如果要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讲过嘛，就是说如果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谓有事的话，就是发生战争，也就是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日本一定会介入。那么，如果日本介入的话，美国根据
共同安保条约的话，也应该介入。所以实际上中共也想测试一下日本到底有没有决心和中国发生摩擦啊？就台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会不会介入？因为如果日本一旦介入的话，美国一定会介入的嘛。钓鱼岛是属于台湾北部的冲绳群岛，美军就驻扎在冲绳啊，所以说这个美军如果介入的话，从冲绳群岛直接就飞机就飞过来了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中共只是测试一下而已啊，不管是在菲律宾还是在钓鱼岛，中共是不敢跟日本开战的啊。所以何雷呢说我们不怕跟这个日本开战，也只是说说而已啦。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江西南昌的这个彩票事件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12月5号的时候，这个快乐8彩票开出了2.2亿余元的大奖。这个因为呢，这个大奖是这个被投了5万多注啊，我估计除了这个人在投，其他别的人也有人碰巧买到的哈。中一次的话是这个就是你买了多少注，这个奖金就在这些买了同样号码的这个彩票中平均分嘛。因为他买了5万注啊，所以你一平均分的话，大概一个人只拿到不到50万啊，不到50万的44万吧，拿到44万了。因为不到50万的话，你就不用交税。所以这个人呢，通过买5万注彩票，不仅拿走了2.2亿元的彩金，同时呢，1分钱都不用交。但这个事情一下子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你说一个人买彩票，买同一个数字买5万注啊，这简直就是疯了，对吧？因为你要不中的话，就都不中嘛，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买了这种5万注的话，你也就等于是说，你根本就没打算这个选别的，是吧？你就知道这个肯定能中，而且你买了5万注就是为了避税啊，这就非常的恶劣啊，看着非常的恶劣。大家知道啊，就是我从他这个一共是7个数啊，就是他这个选这个彩票的时候一共是7个数，那7个数也特别奇怪，40、41、42、43，好像是哈，还是42、43、44、45，然后63、64、65，竟然是连续的4个数，然后加上连续3个数啊，就这么7个数，就感觉好像是说设计中奖号码的那个人根本连随机数都不愿意挑啊，就随便画了那么7个，而且是连着画的啊，就作为这个中奖的号码啊，这个英文有个词叫 blatant 啊，就是胆大妄为的，而明目张胆的啊，就这么干啊。这个买了5万注的话，就是为了避税。在80个数字里边挑7个，中7个，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组合数学的问题，就是80选7，对吧？就是80个选7个，而且恰好选中了这7个，那就是倒数嘛。就你算一下的话，大概概率呢，大概是5亿分之一。如果我没算错的话，应该是5亿分之一啊，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组合数学的问题。所以你想，他不但有这么小的概率啊，你还得了这个奖，而且竟然买了5万注，还把税都给避了啊，这就是一个太奇怪的事情啊。刚才我算的4亿分之一啊，不是5亿分之一，所以这就特别奇怪。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在知乎上也有人问这个问题，有一个人回答非常的不同寻常，说实际上的话呢，这个通过这样一种中奖的方式是为了填平地方的账啊，就地方有一些事儿啊，比如说这个要搞什么什么补贴啊，或者要给一个什么什么优惠啊，这个钱的话就先花出去了花谁的钱呢？这个钱就是从福利彩票的彩金里边出啊，因为它是民政部门直管的，非常好支配。然后的话呢，因为大家等于是把钱都放在这里边嘛，买彩票人把钱都放在这里边，然后的话呢，自己把这个奖啊设定一个号码，然后自己买了中了之后的话，就直接可以把钱拿走，拿走之后的话就平账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一个人买了5万注呢？你说你多找500个人啊，这个一个人买100注不行吗？对吧？他们连这个都懒得做啊，就是找500个人，一个人这个买100注，这个事儿都懒得做。当然你这样做的话，仍然会很奇怪，是吧？为什么这500个人都挑中这7个号码？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嘛。所以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说不管你如何安排，最后都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为了避税必须得买5万注，买5万注的话，不管怎么样的话，都会被大家所质疑。所以呢，说起来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中共想通过这样的方法，地方政府来平它账目的话，或者是填某个坑的话，当然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啊，同样的方法去贪污和私分彩金。所以在中国大陆，如果你真的想买彩金中奖的话，基本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能够操控中间的每一个环节，凭什么把奖金给你啊，是吧？
但是这里边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搞了如此明显的一个作弊，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操作者根本就不管你舆论怎么说，我就这么做了，是吧？这个态度本身是非常的嚣张的，这比偷偷摸摸干坏事更加的恶劣啊！就是不但作弊，而且明目张胆的作弊，就告诉你了，我就是作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了哈，因为咱们今天是周末嘛，是这个互动的时间，所以说我们下面时间呢就这个进入互动环节啊，就是来这个回答一些大家的提问。在回答提问之前呢，感谢一下澳大利亚的 Brad 和大陆的王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看一下，就大家有什么高见哈。第一个问题，天亮教授好，想请教天亮教授一些博主说的有能力润的人要尽量润的中的能力是怎么理解的？是只要能踏上美国等国的土地就算有能力，还是说有较强经济实力或个人能力能找到投资或者工作的途径的能力呢？在下在国内前景感到非常悲观，每次点开油管都是铺天盖地的标题党渲染，感觉中国这片土地的未来如果不润的话，人身、钱财、住所全部会失去，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会有。所以想听听天亮教授对润和对于一般般的没什么投资资产积蓄的工薪温饱阶层百姓的前景在未来中国这片土地的看法。其实润并不需要特别多的钱，润的话也不一定非得要润到美国，有一些像这个欧洲的小国，刚才我们提到过哈，马耳他呀，很少的钱就可以移民，国内基本上来说卖出一套房子就可以移民到欧洲去了。那剩下的事儿就是说你能不能在那地方找到工作，能不能够养活自己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一旦离开中国到达美国之后，或者到达一些其他别的欧洲国家以后呢，当地的这种就是他会给你做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职业培训机构，到那地方去上一个语言学校，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找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只要你肯努力的话还是有机会的，特别是如果你是合法出境这种途径，在海外如果能够打工的话，你哪怕就是打餐馆，你还是能够养活自己的。在这个美国现在其实我觉得打餐馆收入还是相当不错的，因为现在美国给小费一般来说给到20%左右，一般来说18%到20%而且这个物价涨得很厉害嘛，吃一顿饭2个人的话大概就得要60块钱到100块钱的样子，就现在你随便在一个餐馆吃饭的话，大概就得60到100块钱2个人那如果再加上20%的小费的话，大概就是2个人的话就会有给你10块钱的小费或者12块钱的小费。你一天怎么着也得翻个30-40桌吧，对吧？那翻个30-40桌的话，光拿小费也能拿500块钱，挺好的。那一个月干20天的话，那能拿到1万块钱的小费。上了税之后的话，这个大概也能够拿到6-7千美金呢，差不多。再加上老板给你的底薪，所以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些自由社会里边的话，只要你真的努力守法该纳税该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其实还是能够找到工作的。其实我也算是润出来的，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到美国来的嘛，当时是因为1999年的时候中共迫害法轮功嘛，然后当时呢我家里边的人呢，就是我爸爸、我妈妈、我姐姐都被共产党给抓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最开始出于一种对共产党特别深刻的失望因为我从小到大是在共产党的这个体制之下长起来的，受的这个教育都是共产党的教育都是对共产党还是有一定信任的那时候。结果后来发现他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凡是我不知道的事儿那我不知道真假，但是凡是我知道的事儿，发现共产党都在撒谎。就镇压法轮功这事儿，当然他基本上来说的话，从头到尾就是我虽然不知道实际情况，但是我也能够感觉到他是在撒谎，因为他很多地方撒谎撒的实在是太离谱了。他比如说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当时其实我师傅说的是世界末日是不存在的，然后中共就把那个不字给你剪掉了。你这就是说你能够找到原版的这个录像，然后你还知道我师傅说的是不存在，然后把那个不字剪掉，你这不就是诚心害人吗？那录像原版我是看过的嘛，就类似于这个就是说这个在美国其实大家知道有这么一种习俗就是对一个人首先是信任，但是如果你一旦撒谎的话，你这个人就是一个 liar。在美国说一个人是 liar 是一个说谎者这个骗子，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就一个人如果一旦被定位成为一个骗子的话，他这辈子基本上来说就没有人再愿意跟他交朋友了。
或者说你去找工作，你去找这个就是你想这个去就租房子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一旦你没有这样的信用的话，就别人再也不相信你了。所以美国的话，它是你一旦撒了一次谎啊，他以后就不再相信你了。就是你一旦是一个骗子的话，感觉恨不得终身是骗子。那实际上共产党当时镇压法轮功的时候撒的那谎实在是太多了嘛。然后我就觉得我被共产党骗了10几年、20几年，我就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就实在是太无耻了啊！所以后来我就决定离开中国。所以当时1999年7月份的时候，7月20号镇压法轮功嘛，7月22号的时候，中共在电视台开始滚动播放破坏法轮功的那些信息。然后后来到7月底的时候，我决定不能在中国待了，然后就报了那个考 GRE、考托福的那个班儿。然后当时是3个月还是4个月的时间，就背了那一本那个 GRE 的那书。完了之后，考完了 GRE 之后的话，回过头来考托福。后来就是在第2年2000年的时候，就等于到美国来留学了。当时我考完托福的时候已经是1月份还是2月份，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总而言之，那个时间已经很晚了。所有美国大学秋季入学申请截止日期基本上都过了，就算没过的话，奖学金的申请日期也过了。所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没有奖学金的。我就靠在国内工作攒的那点钱，然后跟我太太到美国来。所以当时这个润的话就是通过留学的方式。当然就是说我只是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经济实力的话，在美国做投资移民也可以。我忘了现在投资移民是80万还是100万，反正得拿出这80万美金，然后在美国要开办一个企业或者交给一个企业让他去雇工啊，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在多少年之内的话，这80万是拿不回来的啊！如果你这80万放进去之后的话，你确实是自己做一个企业做成了之后，那过多少年是可以拿回来，否则的话这80万基本上就没了。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经济实力比较强的话呢，你可以这样做哈，就是搞投资移民。不来美国的话，你也可以去其他别的国家。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一种就是就是这个比如说有一些那个走线的啊，到美国来啊，现在也有一些人是走这样的途径。当然也可以去其他别的国家哈。反正我觉得这个中国未来的经济我是相当的不看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有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规则啊，然后呢没有规则的话就没有确定性嘛，然后再加上现在产业链在往外迁呢，所以很多地方的这个工作的机会也很难保得住，加上民众都捂紧钱包不消费啊，不消费的话就没有生产，所以这个工作机会会变得越来越小啊，所以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说就是，所谓的有能力润要尽量润的话，就是您得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啊，包括自己的语言能力，对一个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然后呢，这个再一个就是能不能吃苦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哪个国家它的生活成本是您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综合考虑的东西，很难我替您个人具体出一个主意哈。下面一个问题，由于台湾选举被中共介入，而中共他们通过是不是抖音呢，给一些 YouTuber 让他们配合造谣一些假讯息带风向，这些网红配合中共带风向的行为却无法可管。也由于是抖内，所以没有办法查到他们这些人是否收到中共资金而配合造谣。请问在美国有什么方法？您说抖内指的是那个 donation 吗？指的是这个捐款吗？指的是打赏吗？不太清楚您说的这个意思啊，我猜可能是这个意思。海外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自由之地，有传假讯息的，也有传真讯息的，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要靠大家自己去判断了。我们这个频道啊，从这个9月份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个系列的节目，就是叫台湾大选2024，牵动世界格局的选举啊，就提到这个很多中共造的谣言啊，包括这个中共的这个在这个统战方面啊，对台湾的这种渗透啊，中共对媒体的渗透啊，中共怎么对台湾搞信息战，也提到一些这个大陆的经济真相到底是什么，大陆这种人权和法治的状况到底是什么。这个，所以其实这个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平衡的了解信息的话，还是应该多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啊。就是我鼓励大家，其实我总是鼓励大家去听不同的声音，然后呢自己能够做出一个逻辑上的判断啊，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在美国其实是你没有办法去防范的，没有办法，只能是以言论自由去对抗言论自由，就是只能靠观众自己去判断。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如果你身边有
亲戚朋友，比如说容易被这个假讯息带风向的话，或者你知道谁谁谁特别容易相信这样假讯息的话，我觉得您可以自己找真的讯息啊，然后通过 Line 啊，或者通过什么其他别的方法把这些 link 传给他们，他们去看呢，对吧？让他们自己去做出一个判断呢，是吧？如果他不愿意做判断的话，那真的也没办法，他就在同温层里边，在这里边觉得很舒适，在信息茧房里边很舒适，但你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觉得他们带风向的话，那您就帮着传播真相嘛，这是咱们每一个人现在还是能做的事儿嘛。OK， 下一个问题，50年代，开始自由阵营的国家开始实行免签政策，陆续给自由阵营的国家免签待遇，但是台湾作为自由阵营的一员，在那个时候没有获得任何自由阵营国家的免签待遇，这是为什么？就连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拉美破烂全国在70年代都获得了欧洲和日韩的免签待遇，直到2005年，日本第一个给台湾免签的国家，欧盟和美国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给台湾免签。其实呢，这个我觉得当时自由社会给台湾免签的时候，台湾在8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个威权社会嘛，这个当时还是这个国民党，这个统治时期，当时还是属于戡乱时期，是吧？那后来一直到了这个1986年，如果没记错的话，到1986年的时候，这个蒋经国先生才解严，是吧？解严之后的话，就是可以自由组党啊，然后各种自由的媒体才开始出现。所以70年代的时候的话，那个台湾还是一个威权国家，还不能算作是一个民主国家。台湾民主其实一直到1996年有了这个台湾第一次大选之后的话，才算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了。咱们以前其实谈到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国家你看它也挺穷的，但是人家为什么会就能够拿到免签呢？我在美国刚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拿到的是美国1年多次往返签证，就是等于是1年之内可以多次往返中美的留学嘛，当时是。当然我来的时候就没有再回去过了，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去国已经20多年了。但当时呢，就跟我在一个实验室里边的工作的同学，就我们当时是做那个 research assistant 啊，做那个给教授做助研，是个印度人。他呢就是每次放假都回家。哎，我说你这个来去这么容易啊？那个印度人嘛，他说我是10年多次往返。哎，我当时还挺奇怪的，我觉得中国比印度有钱啊，为什么不给中国人免签，给印度人免签？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法治国家互相之间它比较容易拿到免签，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他认为民众是有法治观念的，就 rule of law 嘛，就是认为民众呢他愿意去遵守法律。那么如果你养成了遵守法律的习惯，比如说你在这个台湾啊，这个是个法治国家啊，那么你在台湾如果有遵守法律的习惯的话，我相信你到美国来，你仍然会遵守法律。那这个遵守法律的话，当然包括美国的移民法，包括美国的移民法的话，当然你也就不会留在这儿，就是非法留在这里。而且就是说，如果你遵守法治的话，等于是按照美国的规则行事，那你来一个人干活啊，多来一个人能够这个创造收益、创造财富，不是挺好的吗？美国很多的财富都是外来人口创造的。你像伊隆马斯克，他就是南非人嘛，从南非移民过来的。现在你想创造了多少个这个市值上万亿的企业是吧 ？SpaceX 啊，Twitter 啊，这个什么，这个多了啊，就他创造特斯拉这个好多企业，包括那个 AI 是吧？就是 X 点 AI。创造了好几个企业，包括之前的 PayPal 是吧？就是有很多的企业，就是马斯克，很多都是外国的移民到美国来创造这些财富。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它是张开双臂欢迎移民的，前提是你得遵循美国的这个就是法律啊，要遵守美国的法律。特别是大家知道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别的国家，在美国如果你想规划成为公民的话，你必须要学习美国的这个一些基本的政治和历史常识。比如说这个参议院多少个参议院我忘记了啊，反正是100道题啊，美国基本的地理啊，美国基本的历史，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谁什么之类的，你就很多东西都得知道啊。知道完了以后，大家认为你已经认同美国的价值了啊，然后呢又能够在美国自己养活自己了啊，也遵守美国的法治了，这么多年之后考察发现可以合格了，那才让你宣誓成为美国的公民的。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美国人他是欢迎移民的啊，因为你是按照他的规则行事，就给他创造财富，然后给美国政府纳税，是吧？这对美国来说的话，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没有能够拿到免签的资格，我觉得还是跟这个国家的政体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给了这个欧洲一些国家这个免签的，像德国、法国，是吧？我记得好像是还有西班牙。这个现在好像是新加坡准备给中国人免签。
哎，我真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会有多少人会跑到新加坡，然后就藏起来了？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免签的策略能够持续多久。反正咱们就观察吧，咱们就看吧。我觉得中国的经济越糟糕的时候，可能往那边跑的人就越多。OK，下面一位朋友问说："天安老师好，本周一位台湾北一女中国文老师在教育部会议中批评目前教育制度不重视教导品德、人格以及生命觉醒的领域，而国文课纲更删掉了顾炎武的《廉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经典古文及大量四书的内容。此新闻在短短几天有高达数百万的流量，引起许多正反两方面的论战。有不少人支持，但有不少知名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一般大众没有必要研究陈旧的封建思想以及退流行的古文，这些最多放在专业学术研究就好，太强调反而会造成进步的阻碍。应该多学习科技新知及外文，才能富国强兵。这点想请教您的看法。这个我是认为，这个中国人呢，不读中国文化是不行的。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专家哈，这个所谓的这些专家，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只是中共的这种御用的吹喇叭抬轿子的这批人，他们根本就对这个人的道德，他们道德品质非常低下啊，而且很多人贪财好色，这个争权夺利，这些人简直就是人类的耻辱。大家知道那句话哈，不怕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有很多人的话，他读了一些这个书啊，他不是用这个书去造福社会，他是用这个知识去祸害这个社会。这种人就很成问题了，他比一般那些文盲造成的那种伤害要大得多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就是有些人的话，他也是在去研究什么经济学呀，就是像林毅夫这种人，是吧？他有的他就是研究一些什么社会学什么之类的，就都是想方设法的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包括研究法律的什么之类的，去给中共张目。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小对于小孩的道德培养，其实学校没有重视。我觉得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和学校大概各占了一半的责任。家长不重视学校的这个孩子的道德教育，到了学校之后，学校如果也不重视品德教育的话，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真的非常成问题。但是这个重视品德教育的话，其实中国古代那些蒙学的书啊，《三字经》啊，什么千字文啊，什么之类的，它都是把那些对人道德要求的东西放在这个蒙学的书里边。所以小孩从小背这些东西呢，对于他理解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啊，对于理解这种传统的价值观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觉得读这些古书哈，就是说，它除了那个能够有这种道德教化的作用之外，就你说读范仲淹的这个《岳阳楼记》有什么不好是吧？告诉你知识分子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吧？不是挺好的吗？那读了这些书之外呢，除了这个道德教化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能够培养一种人的文学的修养。中国的古文是非常美的，非常非常美，它的韵韵节奏，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对仗啊，就是它的对这个格律啊这种要求，其实对于一个人能够写出漂亮的文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看中国那些在民国时期那些这个很多的科学家哈，你别看他们这个科学方面很厉害，其实他们古文功底相当的深厚，所以他们那个写文章真的是很漂亮，而且这个很简洁。有了这种古文的功底，才能够写出漂亮的文章。当然，作为一些其他别的文体啊，就是像这个现代汉语的语法呀，像现代汉语中的一些应用文呐，就是比如说明文呐，或者是这种议论文等等，我觉得都应该学。作为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培养全方位的这种能力。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呢，专门有就是一个要求，就是对于通识教育的要求，我们叫 general education 啊，它一定要求它有8个方面，就美国不一定是每一个这个高等教育认证机构都要求这8个方面哈，但是 generally 哈，就是说一般来说，这个有8个方面的能力是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其中包括这个 written communication 啊，就是说这个你写作的能力，你要能够把一个东西写清楚，条理清楚，这个语法正确啊，标点符号也正确，格式也正确，然后的话呢，这个文章有逻辑，这个段落之间有过渡的句子，文章读起来非常的通顺。而且呢，还要就是 coherent 啊，就是说这个文章前后呢，它那个这个连贯性非常好啊，就是它不是东一句西一句没有逻辑的，连贯性非常好，而且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需要有这样的能力啊 ，written communication，然后需要有 information literacy，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能够识别信息真假的问题。刚才不是有人说这个台湾那边有很多人造假呀，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假信息怎么识别？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叫 information literacy 啊，就是要培养你的这种对于信息真假的分辨能力。然后呢，刚才说2个了哈，还有一个是 oral communication。oral communication 的话就是口头表达的能力。包括你在做演讲的时候，你的这个信息是不是非常 message 非常 clear 啊？你的信息非常的这个清楚。然后的话呢，你这个用词是不是非常的恰当啊？讲话是不是非常的简洁有力？包括你的自信心怎么样，你的仪态怎么样，吐字是不是清楚等等，就整个这个 manner 都要看。这叫 public speaking 哈，这种能力也是要培养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哈，写作能力，这个识别信息真假的能力，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口语表达能力。还有一块就是 critical thinking。critical thinking 的话，就是能够听取多方面的意见，然后能够做出判断，能够从多角度的去考虑问题。这个呢也非常重要，叫 critical thinking。中国人如果要是教你 critical thinking 这种逻辑学什么之类的话，中共很多东西它骗不了你的。这方面的培养，美国很注重啊 critical thinking。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 world 这个 civilization 啊，就是东西方的这种文明啊，就是中国的文明史、东方的文明史、西方的文明史啊，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啊，你要知道啊，就是东西方的文明。然后呢，还有就 world awareness， 当代社会中这个比如说国际关系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需要掌握的。然后呢，还有 moral awareness。moral awareness 的话，就是你要有这种就是对于这个道德方面的这种敏感性啊，就是你要就是至少我觉得他当然他这个 moral awareness 的话，它也有的地方叫做 ethical reasoning。ethical reasoning 的话，就是在遇到比如说道德困境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对的啊，就至少你能够解释很清晰的解释说你为什么做的这样的道德选择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事。反正一共是有8个方面啊，我就给大家随便这么讲一讲啊，就只是列举了几个而已。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美国的这种教育呢，它和这个中国的教育不太一样。中国的这种教育体系、大学体系的从苏联、从德国那边来的。那边的话呢，它主要是从那种职业学校的那种角度，就他就教你某一个专业，你把这个专业掌握好就行了。他在那个大学里边，他是不教你那些这个，比如说这个艺术啊、文学呀、历史啊什么这些人文东西，他不讲，他就讲这个基本的那种。比如说像我上大学的时候的话，就是比如说高等数学呀、什么大学物理啊、什么概率论、数理统计啊、什么信号与系统啊、什么离散数学、什么计算机编程之类，就都是学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东西。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没有上语文课的，然后大学里边也没有历史课，严格的说没有历史课。大学有一门课就是中国革命史啊，好像是历史课，实际上是给共产党上这个吹捧共产党骗你的，给你洗脑的，实际上是一政治课，中国革命史。然后呢，严格的说也没有哲学课程，虽然有马哲，但是马哲是骗你的，也是胡说八道的，就没有这种严格的这种哲学的课程，就比如说古希腊的哲学或者什么，这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美学的课程。在美国这边的话，如果你要是做这种通识教育的话，通常来说，我刚才说8个方面，我跟大家可能说了7个哈，还有一块是 artistic awareness， 就是说你在艺术方面的话，也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这样的话，你培养出来的一个人的话，他叫做 well-rounded， 就是等于是你各方面的通才啊，就基本上来说都可以啊，都就是各方面都知道一些，这才达到了美国要求的这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当然我说是这么说哈，实际上就每个学校在具体执行的时候的话，他也可能开相关的课，但是他教你的东西，比如说 moral awareness 哈，就是教你这种什么道德方面的这个一些课程的话，那他有可能就教左派那东西，那就不管他们。总而言之的话，但是他有这些方面的要求，读写的要求啊，这个分辨信息真伪的要求啊，有这种慎思明辨的能力等等。所以我觉得哈，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通才，对于人类的文明能够有一个基本上大的方向都能够有一些了解啊，然后呢能够做一些这个就是深刻的思考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教育它的目的，但是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培养能力啊。大家知道这个苏格拉底有一句话，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至善的品德。所以教育真正实际上是重品德的，就苏格拉底说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至善的品德嘛。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儒家也是这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嘛。所以中国人也在讲说，这个大学的话要让人止于至善的，这中国教育也是为了要培养至善的品德。
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多少人，就是说现在没有多少人懂了。我在飞天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就这么回事飞天大学就很注重这种道德的培养，这个，所以其实我们秉持的这种理念的话，都是很传统的理念。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也在帮助飞天大学做一些筹款的工作。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支持我们的话，我在飞天大学当这个教授嘛，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别的那个行政职务啊。这个我现在呢就是想在飞天设立一个特别的奖学金，然后呢去培养自己的人才，就是那些道德品质很好的人，想给他们提供奖学金，然后呢让他们到外面也能够去学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科技新知啊，所谓的这种科技新知啊，或者比如说是某一个领域我们特别需要的人才啊，包括比如说像 data science， 比如说对这个数据科学啊，一些其他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就是科学领域吧，人文的领域，就是如果要是说真的有很好的课程，我们又需要这样的人才的话，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奖学金去培养他们。所以飞天大学大概我想从今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就从天亮联盟啊，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建立的非营利机构，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啊，筹款来建这个奖学金。所以呢，就大家如果要是真的想支持我们的话，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就是给天亮联盟捐款的那个，他就直接就是捐到专款专用的凡是捐款的$250以上的，我们到了年底的时候都要向大家报告每一分钱都花在什么地方，就您捐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我自己本人是1分钱也不拿的。我们其实不是飞天，就是天亮联盟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就是我一个人就在油管上说。然后呢，我赚了钱之后，包括我在这里边卖那些中华文明史啊，就是卖一些这个就是自己开发的文化产品包括那个笑谈风云等这些所有的那些卖书的这些文化产品卖来的钱，每一分钱，我说每一分钱的话都会回到这个天亮联盟，然后呢去给飞天大学做这个教育工作。当然这个事儿还是有点杯水车薪了，反正我自己的能力也很有限就是能够筹到的捐款也很有限。但是大家如果认为说我们这个教育理念是你很认可的话，真的是百年树人真的是希望能够为这个社会培养一些有道德的、有能力的人才的话，就麻烦就是大家就是可以支持我们当然就是我也一再讲，法轮功学员，所有法轮功学员，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钱，我们都不要因为法轮功现在正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嘛。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得到一些社会资源的这种支持就是尤其是一些企业家如果能够支持我们的话，那就更好。OK， 好，那就是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就是有感而发，聊了一点别的事儿那么咱们下面看下面一个问题。天老师你好，台湾因为新课纲把顾炎武的廉耻一篇拿掉了，有作家认为这篇有党国思想，有老师出来就是好像是类似的同样的问题，是不是？认为文言文没有用是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中文大家知道这个人刚才说直接废除国文，不用中文全学英文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误人子弟，非常的误人子弟。中文其实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当然我并不是说英文不够美就是这个英文可能有一些这个名著的话也是写的很美，但是没有中文这样那种含蓄的美而且不光是含蓄的美，中文的话它有2个特点是英文完全不具备的，一个是中文它有4声这个平上去入咱们现在是1、2、3、4以前是平上入去。那么还有呢，就是4声声调的话，就带来中文朗读起来它的那个音韵节奏非常好那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中文的话呢，它是这个2维，有点像图像英文的话它是线性的，就是它是1维的，是吧？你 ABCD 你这么看过去它是1维的，中文的话是2维的。中文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编码方式就如果你要是用这种我上这个博士的时候上过专门一门课叫做信息论就 information theory 如果你要是用这种 information theory 去衡量的话，中文它的信息量非常大重汉字的信息量非常大。这种文字一旦掌握之后的话，你学东西要比用英文去学快很多。现在只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新的这种学术期刊这个都是用英文的是吧？所以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学英文的话能够看到最好的这种最先进的技术。其实中文如果要是能够中国人自己如果不是共产党这种党国体制，中国人自己用中文来发刊的话，就是来发这种学术论文的话，绝不会比英文差而且我觉得会比英文它的这个阅读效率更高所以中文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语言它的这个
字的内涵非常大啊。有很多东西其实你翻译成英文是根本就找不到对应的词汇的，有很多词汇。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他就是写过这个中国的美学和这个英文的那个美学的那个对比，他就提到一些很多这个中文的词汇在英文中真的是很难翻译。你就像比如说这个江湖乱说啊，比如说江湖啊，什么这个豪迈啊，这种婉约呀，这种冲淡呐、洗练呐、鲜浓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词哈，你极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这种英文的词汇，极难找到，因为他没有这种概念。英国人就是讲英文国家的白人的话很外向，你给白人讲什么叫做婉约，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英文中找到这样的一个对应的词汇去翻译它的，就没有那种绝对能够对应的这种词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学中文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我自己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你要学好中文哈，大家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啊，尽量让孩子多记一些东西，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分析能力不行，他记忆力非常好。你让小孩多背一些这种就是名篇呐，这种古文呐，他到了这个青春期之后啊，他就会像顿悟一样，那些东西就一下就会聚合成为一个他自己的那种语言能力啊，一旦聚合出来之后的话，他就能够写出好文章来。你不背很多名篇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驾驭这样的文字，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一个东西。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特别深刻的那种感受哈，就是说大家可能读我的文章，我不知道大家读我的文章有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你去读我那个文字写的东西啊，就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在口语这样说，你读我的文字，你会发现我的这种文风和大陆的那种文风非常的不一样。大陆的那种文风是非常这个受了这个党文化的那种影响，就共产党那一套意识形态和他那种行文的方式和论述一个东西的方式。最开始其实我也是有那样的，就受他的影响啊，就是也会用他们的那种词汇，然后也会就是写他们那种风格的文章。因为从小在学校老师教育你的时候就给你读那些文章，读多了，后来等到那个我到了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开始读很多的古文。读了很多古文之后，后来到美国来以后，我开始写很多文章嘛，开始就是那时候其实写的也不是很多啊，在中国国内写的也不是很多。到了美国之后，那个我们很多朋友在一块办媒体嘛，就需要一些人写评论文章。我在大概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我来美国大概不到2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发现我写文章的那种文风变了，就不再有这种党文化，一点都没有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跟我读那个古文呐，读这个文言文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读这种传统的文章，对于破除那个共产党那一套文化，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已经到了这个聊了55分钟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吧，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也期待大家哈，对我们这个飞天大学这个奖学金这个项目的话，能够给予支持。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2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